打 AG 你都能把 AG 逼到这个地步，你下去无论打阿达姆侠你都能打还是 DRG， 我感觉应该就是很有胸有成竹的感觉。你都能打一打。对，来吧。刚才我们的两边教练已经把这个评论区的两个教练已经把这个 BB 拆了一遍。就微博这边应该是搬公孙离，还有鲁班大师 ，AG 这边应该是孙尚香，看他搬不搬张良。你到底还有没有巅峰对决呢？我感觉第6把了，也是最后一把，就是两边需要去考虑 BP 的，因为第7把巅峰对决就是盲选嘛，一定要就是微博要还是能够像前4把一样，选择一套能够跟 AG 打团的阵容。这 AG 的选手脸上也是非常的严肃，因为在这个时候容不得半点有失啊。对，其实现在不管到底你多有自信，比分是3比2，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你一点点小失误进了巅峰对决。巅峰对决这个东西里面的那容错率变数就多了，变数太大了。因为不管你再强，一旦阵容上如果真的对面给你放手一波，阵容吃到你了，你能力再强都不好讲的。就像那一把缺口会放很大。对，所以现在来讲，其实两边没有任何容错率了，容不得一丝的大意和松懈。就神仙来了，都难断一场巅峰对决，都得挨2刀。对，微博败方选红，因为现在的 BP 基本上都是名牌了。来了 ，AG 这边孙尚香肯定是要搬的。孙尚香，微博这边应该是公孙离和鲁班大师。鲁班大师肯定搬。对，看一下 AG 的第2班。大乔，在张良和大乔里面选择搬掉了大乔。会搬公孙离吗？哦，空儿放出来了。空儿这边其实也算是大帅出来以后，就是空儿出来以后，大帅玩的比较多。你说强不强？他就很适合这种有操作的对辅助训练营给到战神嘛。了很多举着一诺手幅的观众。这时候阿离，邂逅张飞，先来手张飞，因为微博的公孙离使用过了，可以先看一手。选张飞的话，就是为了撑团队打团的一个强度。微博是不是还有沈梦溪啊？微博沈梦溪用过了，没有。对，他应该就是我先选一个纯张飞，比较中立的英雄，看你的红四方126出什么。血战到底。之前关羽，啊，那其实还行，张飞打关羽是的，因为跟那把有点像。对，火舞，哦，这么猛吗？感觉这手火舞应该是不让 AG 去拿沈梦溪 ，AG 是有沈梦溪的。但是火舞其实打张飞的整体体系没那么舒服。对，就毕竟有一个大前排顶在那边，没那么好踢。AG 怎么出？凯，其实算哦，凯是微博用过的，跟那把微博有点像啊。凯加张飞双前排，很硬，再顶着火舞出一手沈梦溪，就来不怕，就觉得有张飞能稳住一手呗。行，就在中路张飞给沈梦溪套个盾的情况下，没那么怕火舞。点，可能还需要一个中轴。微博的3楼，百里守约，稳住一手中后期的大射。那这样班位又得给到一诺。盘一下剩的射手有啥？对他使用过了敖影、后羿、孙尚香、苍还有伽罗。公孙离肯定拿不到了，有没有可能双边呢？那得是搬完的情况下搬出双边来。是的，阿离还是不放，所以说这把阿离很难发挥啊。我觉得不是没有可能双边，之前有过这个元歌，因为打关羽，其实这个时候你还有火舞啊，你整个射手，而且没什么好用的射手，就现在剩的射手都怕。就虞姬你可能防关羽和别的物理英雄会比较好，但你火舞的话还是要去出一个魔女的。是的。但元歌其实这把还好，元歌的话有点怕守约和关羽，那其他双边的话还有啥呢？蒙恬司空震其实没有啥，这赛季基本上见不太到。看一下微博的第4楼，先补了一手桑启，这把其实蒙恬特别猛啊。蒙恬打火舞跟关羽还有前期抗守约都很好，太舒服了。对，让渲染玩，然后再给一诺拿个对抗路去玩，换个线。看一下 AG 怎么选啊？我觉得这把应该是双边了，张飞嘛，就这把 AG 是奔着打架去的。主要是上一把的戈亚有点平庸。
这把其实戈亚选戈的话有点难活，只能说还行，只能用还行来形容。没那么好用感觉。真的吧，双边吧，哎，来了，老夫子，这意思是发育路司空震，哎，有可能等会儿不一定啊，不一定，不一定，不一定。万一是发育路的老夫子，应该是一诺玩老夫子。对，这肯定给一诺玩老夫子。对，一诺喜欢玩老夫子。那这把的 AG 其实跟那把微博有点像，也是一个3前排的阵容。对，而且双边就更，怎么说就扎实一点。司空震其实也算半个前排，这个时候关羽就很难抉择，啊，这是以老林之道还治小林之身啊！这都知道怎么打关羽，真的多前排关羽真的好难找目标啊。给你那一把我关羽的待遇，这把几乎是，其实比那把还凶，因为有个老夫子那个套马的汉子。是的，可能轩辕在这时候也发表了自己意见，他觉得对方是关羽，多整点这种恶心的他玩不了。就守约虽然说比苍多了几段位移，但是治标不治本，你是打不动这3前排的。他特别是他发育期在那里，而且老夫子真凶只要不穷啊，这把的坦度不是抵抗血咱先液之后，别管守约的事儿，就这把子墨的体验跟那把的轩辕应该是差不多的。是的，而且听乐的火舞这把很绝望，他不知道踢谁。对，火舞和关羽是一样的，不知道踢谁，都没法去在容错多前排的阵容当中，到底有没有巅峰对决啊？这阵容。就选完来说 ，AG 会更扎实一些，打团会更好打一些。对，大家也看前中期的一个金骏仪嘛，对，就一诺老夫子有日子没见到，太久了，真的太久了。他曾经是个对抗路选手，他的那种熟练度肯定是有保障。哎，我曾经听过是谁之前来我们这边说过这个道理，说射手位的选手啊，玩到这种英雄的时候是比玩到射手位开心的。是的，你让我玩到这些奇奇怪怪的英雄的时候，他是最舒服的。其实所有选手都一样，因为他的战术重点跟经济这个重心好像更高，还是怎么着？我记得是说也能更好的展现自己嘛。你就让我玩个对抗路马可波罗、对抗路貂蝉，我也开心。就不像射手又要发育，前期又容易死。这是 AG 的观众还表示不点啊，但是微博的观众一定想看看这个巅峰对决。然后我们呢，就是颠不颠呢？我们合在一起。今天呢，其实胜局不知道，你知道吗？我们都行，但是来吧，现在阵容已经锁了，那接下来的比赛只能交给场上的10名选手。大卫带的是成绩，今天这个比赛能够来到这么一个大比分，已经是非常非常精彩了。这是用了半个赛季磨合的北京微博，现在就是几名小将在向现在正在统治这个版本的 AG 发起挑战和冲击。今天打得非常不错，但 AG 也真的展现出了自己对于这种版本的掌握，是的，对于赛场的拿捏。在第6局，双方选出了非常有趣的阵容，特别是 AG 几乎是复刻了前面微博的做法。能不能同样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双方第6局比赛，蓝色方成都商会，红色方北京微博。全军出击！好的，比赛开始，中线抢得非常快。这局比赛从前期就开始对抗。微博是1级3个人抢中，然后直接火舞帮云坦去提速。好凶啊！再锤，这是老夫子。哇，敲到防御塔里吃2下，对啊。感觉等兵线过来有点想法，但是桑奇这边也包了过来。走位，这边一个普攻，闪现打的长生啊！感觉手有点怎么说？我感觉想当然，判断可能对于沈梦溪感觉不是很敏感。对，现在版本的沈梦溪斩杀线很高的呀，他也没感觉自己有危险那个，操作性太多了。而且梦溪的这个站位是不想让对方兵线进塔的，所以说他卡在了旁边的河道的草丛旁边。对，但这样反而被长生钻进去了。是，那一诺的老夫子也是很舒服的拿到几个小野怪，关键闪还给打掉了。是的。这样的话就逼着桑奇，你每波都来帮守约。看一下这里，要追着锤，又打到塔里。一诺也是把血量下得很极限啊，但确实其实往后走点吃个血包也是倒不了的。主要是他就是没觉得自己会死，好像第一下。主要前面那波在兵线第一波
对峙的时候，为什么守约会跟老夫子贴着脸？应该就是可能会隔着很远的距离，好像还顺狙了一下。对他想就是打一点兵线和老夫子一个状态，导致直接被老夫子贴脸二技能不是追着想抢 2被追着锤了。是的16.5，刘明啊4战4胜。但中线权还是被微博给抢到。守约开局的阵亡，等他强势期有点久的。这样的话，后续每一波发育度的线权都是老夫子这边先动。对，守约只要有敢往前 A 兵的那个动作，要被大闪。对，直接大闪。只要老夫子旁边有人的话，因为老夫子的跟守约对线本来就算是一个 counter， 因为守约没有任何的控制。那老夫子2技能是无限刷的。哎，大招直接踢了一段，容不得一丝挑衅，转身就电。但是背后耐不住人多呀，全是人。哇，这技能教的真的不吝啬一点点啊。是的。唯有致死，侧面 AG 3人包过来卡了下位张飞一个侧秒解，再拉开，还往上反顶，伤害给的很足，再调位置一刀劈到侧面。哇，子墨这波关羽捏得很紧啊，这2技能。看野区，还有大招。沈梦溪不着急，被发现了，被找到了。哇，长生的这个嗅觉啊，这波蹲的挺精妙的。是的，中单的理解啊。哦，这波有点，哎呦，浪费，真是层出不穷啊！这对抗路打了3波，那这样的话，微博通过对抗把经济拉回来，甚至还能进到蓝区。往里钻，因为前面知道你的凯是叫完了大招的，一诺的老夫子也赶来了，闪拍一下，回顶，再接上艾丹轩忍过去了。蓝是谁的？这个位置，哦，惩戒放的早有点太多了，对，伤害还是有点差。这波动作是好，但没拉下来。对，起码是有主动权的，这个没什么问题。还是在入侵啊！这桑启虎舞加原坦前龙期的这个作战能力确实很强。哦，那个城是大帅方的城。哦，帮助忠义。第2个城是忠义的城，所以说暖阳这边是有城的，留了个城。对，我第一时间以为是源流的城啊，对，龙还是稳店拿了下来。就我就说的暖阳打这么多年野，怎么可能伤害差了这么多？这应该不存在的事情。就是应该就是 AG 这边野辅是做了一个配合的。但这几把的微博确实凶。哦，这波2技能也没了，闪现大招都没了，怎么说？捆到拉到侧面，但是大帅这边肯定是不卖的。有大招，带一手，肯定要交了的话得交。但这个位置，关羽要留另一个人。我觉得关羽一看角度不对，回顶没有办法了，都想要，一个都不想放。哇，他知道其他3个队友是能够稳定留住张飞的。是的，所以说自己的大招加速是想留给没闪的老夫子，而且没绑住，有点可惜。主要是一诺这波是闪现加大招，有很多的一个反应时间。是的，其实绑住了也是要在塔下打，很危险，也还是要被留，不一定能够击杀这个手。感觉就算能击杀，感觉也得搭进去。要交代，来看一下这个位置。我兵线进去没问题，但是桑奇这边一技能击飞了一下。其实小地图看到红色方的人也就非常近啊，估计是挺久没玩这英雄。主要是感觉一诺和大帅这边是有一点没有配合好，感觉当时张飞是可以顶着塔，如果真想打的话，直接大招吼掉守约，再配合上老夫子的这个大招，是能够稳定控住的。然后后续的话，最主要司空震是在发育，那么关羽就有机会支援，就没有成本的支援。那微博的这2波其实打得很好啊，一波进蓝区，一波防守反击。但是想赢这把团战的，还有甚至后期的游戏还不够，这个经济差不够，还要继续。对。现在得利用着原坦的一个强势期，还有桑启啊，多搞一点事情。关羽在这个阶段还是非常厉害的，但是到后面就看不到。对，如果都是3、4件套的情况下，这个英雄就要慢慢的隐形了。所以趁现在看看微博速度能提到多快吧。猛踩油门。现在的 AG 就是尽可能让其他4个人能守住就守住野区，让渲染多投一点发育。是的，哦，一用我这边差一下，很痛。张飞。幸好是给了一个盾，拆了一下，很忙，也是大心脏啊，也不交闪，不慌不忙。看常人心率嘛。是的，刚才77，我现在在这解说，我觉得我都有100吧。主要是90几、80几就算了，就10个人里面唯一一个小于100还就70几的，一直比较淡定，对，大将之风。
其他人我可能要怀疑是不是带松了，但他是长生。小麦哦，桑吉草，很刁钻啊！用了对面的草。是的。啊，这还有一个，这 AG 就后续的每一波自己的草还得探一探。是的，没拍到，但这个蓝马普有想法。上张飞的位置进来，蓝是谁的？我们现在看不太清楚。心率挡住了，往前面走一下。来一波暖阳血量保持的不是特别健康，关羽侧面进来调位置，司空震往里炸，被关羽顶一手调整位置，再找不知火舞，一锤打掉武将，还在往前走，被关羽侧面逼了一下位置，只能退了。这个时候其实关羽有一点点疲软了。刚刚看到一诺老夫子已经2件套了，极寒风暴和闪电匕首都出来了。主要是微博刚刚这波进野区，他们毕竟阵容是一套流嘛。火舞和关羽大招结束之后，其实 AG 这边是一个持续输出能力比较强的阵容。对，而且火舞出的不是爆发嘛，还是面对到什么期出了个血书。其实袁坦和关羽这把得尽早的把不祥给做出来，可以很好的限制到司空震和老夫子2个点。这2个英雄其实都特别吃普攻。其实我觉得，如果我是这把关羽，我可能会临场换半输出的装备，这样起码还是有点伤害的存在。就确保秦荣熙打架是比你要厉害的。是的，一旦等到老夫子和司空震3件套以后，就完全难接了，没有用了。关羽，中路，但目前的经济差还是魏博领先一点点。看8分20秒龙，抬起来，开大就往前顶，完全不上单。一诺这边血掉的人稍微有点多，往回绑了，能不能撑住？暖阳有点顶不住这个伤害，火舞被强行围殴带走。侧面关羽在调位置，这一刀劈沈梦溪没有能够劈到什么，这闪现再躲还是劈不到。那听月被打掉了，关羽再被断一次，终于顶到了墙上一个旋。子墨用了足足4波的时间，终于得到了这个沈梦溪，他自己显然也不是特别健康。哇，还有选手往回调，再顶被断，很难受，还想追，能不能劈出来这一刀？哇，强行一旋锋芒毕露。再瞄一枪，我的天哪！这波关羽，他先是被张飞拐了一下，之后被司空震那个一等击退，2技能击退了一下。我跟你说，他真的挺累的。你刚才看你，因为视角第一时间没给在那儿，侧面那个龙坑里啊，长生在那里扭啊扭啊闪啊，关羽真的累死了，你知道吗？是的，我记得在这波讨论之前，子墨好像还是一个不假鞋。来看一下，先是桑启草里面拍了一下，然后这边一诺捆了袁坦，哇，双边打袁坦也是挺慢的，真凶残，但是真的活活把袁坦给打死来了。看，不停的走位闪现，哇，关羽真的把自己现阶段能杀的人全杀了，2个为数不多没那么肉的英雄，真的尽力了呀。然后这个血魔，哇，真的很关键，非常的吓人，不然可能直接被司空震给点死了。大帅这边也是真尽力在保了。奈何子墨还留了一个非常极限的2技能，解了一手控制，但一波接着一波，马上10分钟暗影暴君就要刷新。火舞的位置，小麦要稍微注意一下，我觉得他得放松一点，他这样容易出失误，你知道吗？一会儿160多了，这波怎么接啊？关羽如果被正面发现的话，绕不出去，很难打。百里守约马上破晓，但他差一点点，合成费。看一下桑启的位置。不太好绕啊，他就算一闪拍到，感觉也没人能够跟他。调位置，司空震、关羽2个人在侧面，龙血压到2万出头，一诺龙血不是很多了，过来都在正面，在调位置，两边在转，顺时针转，1万。关羽往前想推人，谁的龙？大帅拿到了龙 ，AG。暖阳这里感觉撤不走，被一波强行带走，因为第一时间子墨是被一诺给捆住了，没办法去帮队友拆火。你说兜了个大圈啊！对，而且这几波团战我发现长春的自保真的，因为其他人关羽都搞不了，只能关羽来选择这个小猫咪，自保真的很可怜啊，没办法。而且一旦正面关羽没办法拆火之后，其实守约的输出环境也变得特别差。挤到侧面来了，火舞现在作用也是非常小啊，微乎其微。对，张飞一个盾，这火舞扇扇子跟扇风一样。小麦这个点，大家刚刚做出自己的破晓，但是他现在被长生炸一下，也有点吃不消。凯中一，这给视野的位置，来到顶上来，死命的踩视野，是有双闪的飞过来，缓掉，那这里太瘦了，没法开，这就到了前面 AG 的那句遭遇过的故事了。是的，今天双方的阵容真的都很相像啊，什么都玩，你玩过的我玩。哎，关羽开始补输出装了，真的要补输出装。
应该直接出个碎星锤吧，这出个暗影战斧也劈不动，不然真太僵硬了。对的，这把真的很吃关羽。怎么说呢？这拿着铠真没办法呀，南阳顶不住了。他这把这个圆坦其实是个无根之木，因为没有办法能保他的生存，那顶上去基本顶到死。是的，看火舞又被控了，撑不住，往侧面拉了一手，被渲染直接电死。回头关羽想往回顶，顶不到。哇，真的尽力了，关羽打双面真难受啊。刚刚暖阳这边是想在死之前看能不能换来一个沈梦溪，但常人这边直接位移过强了，导致袁坦处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。长生这把虽然说是唯一的脆皮啊，但真的饱经风霜啊。高地直接被点掉，守约也被逼出了一个闪现。守约现在一样的问题，点不动人。最稳的办法就是回去拿龙。他现在只能点到老夫子，但老夫子一直刷2技能，你点他吧，又怕自己被2技能减速球弹到，又很危险。而且苍穹已经做出来了，极寒风暴魔女也都在。是的，这是现在4件套是最肉的时候。守约现在虽说有破晓，但是这个免伤比例在这里真的很难受。与此同时，渲染和中义的双不祥已经来了。是的，非常难解啊。子墨还是做出了暗影战斧啊。暖阳这里太痛苦了，这把呢暖阳基本上就是进去之后被围殴活活打死。是的，但是他又跑不出来，他不进又没钱牌，但他进的他出不来的。对，因为老夫子又能留人，而且最主要是队友没法就是在他挨打的时候多打出更多，要么就是不打，只要一碰起来啊，暖阳必倒。微博没办法对冲，暖阳这里就一定会被打死。对，更澄澈的梦。因为 AG 的这几个前排是能够卡住守约的一个输出的，然后当暖阳这边想去搞 AG 的后排的时候，发现自己已经被留住了。AG 也就没有啥后排。而且刚刚看一下听乐虎舞的装备啊，高地，哇，四公阵渲染，高地得放了。这要是暴击流4公阵，应该已经倒了。现在就算子墨烧的很好，正面团也是很难接的。对，因为没有人能跟他有足够的伤害。这个张飞真的，渲染还在找郑州。发现了，就差一步，又要被绑暖阳，往前锁暖阳，见面就撑不住，开反甲，硬顶单被张飞侧面吼开，再往前压，想直接打团灭，中一把人送回塔里，火上打了一套不掉血，恭喜成都 AG 超晚会，拒绝巅峰对决，4比2拿下比赛。